什么？我们西雅图买的房子长租租不出去？长租租不出去怎么办？我们第一次长租就碰到这么多奇葩事件，一定要吸取我们血的教训，血的教训啊！大家好，我是 TC。大家好，我是思卫，可以叫我小秋。之前的视频分享了我们最近买了一套房，我们在长租和短租的视频里面也和大家分享了长租和短租的投资回报率的差别，还有长租和短租的利和弊。当然在那期视频里面我也战胜了 TC 所以我们准备这一套房子做长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长租经历，也把我们过程中犯的各种错误都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们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套房子是10月22号 close 的，我们吸取了各种短租的经验，提前把窗帘就量好就定好，然后我们一 close 就拍了各种美美的照片，我们把周围的 restaurant 都逛了一遍，把周围的社区全逛了一遍，在 Zillow 上面写上了非常 detailed description， 我们觉得哇太吸引人了，肯定好多人要租我们。对，写的我们自己都挺想过去住的。我们兴致勃勃地把它放上了 Zillow， 叮叮叮叮叮，也收到了很多回复。但是各种悲剧即将发生。我们总结了我们的3大错误，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3大错误分别是什么。首先第一点，那就是我们自信心太高，然后没有抓准租客的心理。我们觉得这一套房真的非常的好，我们价位也很合适，所以刚刚开始其实我们一上线1个小时之内就有好几个租客联系我们说感兴趣。我们当时就想着，那我们就定一天周末我们都有时间，然后让大家 open house 都来看一看，说不定他们看到有很多人来看这个房子，还要给我们加价。总之我们当时想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大家都问我们最快可以约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决定周6要 open house， 你方不方便 open house 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跟你约其他时间。感觉所有人也没有什么疑惑，也没有什么就是不情愿，都说那行那就约周6。对，没错。所以其实是我们老对面想的是，我们是星期天放上去个 listing， 马上有人来约我们，我们把那些约的人下个星期六全部带他们去看 open house， 马上 sign up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就租出去了。可是现实是我们的 open house 一个人都没有来然后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些人没有来，然后其中有2户告诉我们他们其实跟其他的地方已经 sign up 了，已经签 lease 了。在经历了心情的过山车极度悲伤之后，我们复盘了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总结下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了解租客的心理。其实当你可能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当你一套房子快要结束了，要马上租下一套房子的时候，你是希望尽快的可以去看这个房子，尽快的把这个 contract 可以签下来。所以说可能你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就很希望马上去看，后天就能把这个约给签下来。如果让你等1周之后再来看这个房子，你可能就会等不及，在这个过程中看了好多其他房子，如果能马上签就把它签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1周之间，我们流失了这么多的潜在租客。当然现在是西雅图的冬季其实是租房的淡季，因为马上就要 holiday season 了，接下来11月份就是感恩节，12月份就是圣诞节。其实大家如果要租房的话，很多人都是之前就已经全部租好，准备着接下来2个月要回去和家人过节了。所以现在是租房的淡季，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在旺季，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确实就是等了1周，有很多 open house， 一天 open house 就会来10几20几个人，然后还有人加价。所以说你可能根据你的情况 season 不一样，你也可以做一个 strategy 的调整。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租房，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没有特别了解，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好的房子会租不出去，所以我们还是一方面自信心太高，另外一方面
没有认真的来思考这件事情，而犯下了这个错误。对，那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没有考虑到竞争的激烈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买的那个 townhouse 那个 community 一共有6套，我们其实是很快的买到这一套的。当时跟 builder 说话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感受是其他几乎都是要自己住的，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房子租赁出去，马上其他人也会把这个房子租赁出去的可能性。结果我们碰到的 scenario 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放上 market， 大概3-4天以后，另外一套出来了，也放在 Zillow 上。关键是它比我们低了100块钱，然后过了3天，又有另外一套放上了 Zillow， 价钱也比我们低100块钱。所以我们在这个龟兔赛跑中，其实我们是先发制人的兔子，我们的房子是第一个 close 的，但是因为我们速度慢，隔了1周才 open house， 在这1周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全部把他们的 listing 放上来了，而且都比我们放低100块钱，导致我们在本来具有优势的竞争中，反而处于了劣势状态。晴天霹雳！其实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手快一点，有人联系我们，然后我马上带他去看那个房，马上签合同，完完全全是有可能在第2套房子上 Zillow 之前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下来的。所以就是说，这2个事情加在一起，不了解租客，然后没有考虑到同社区有其他房子，也就是这个房子的竞争性，导致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局面。那几天我们就感觉有一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对，我们还想就是说租不出去怎么办？对，我们都在考虑是不是可以装家具，然后用家具做卖点，做长租。对，甚至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做短租。我觉得第3点是竞争对手房子放上去比我们低100刀，我们没有马上的去 match 他们的 price， 我们还等了2-3天。这2-3天过程中完全没有人联系我们，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房子比较好，值那100块钱，但是租客不知道，然后就导致了这2-3天过程中完全没有租客联系我们。如果当时我们马上去 match 他们那个比我们低100块钱的价格的话，我觉得出租的过程会更快一些。这一点我跟 TC 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第3个错误就是我们太急了。其实我觉得长租是一个非常看缘分的事情，就是你碰到一个好的租客，他就是缘分到来，就好像你找到了一个爱人，找到了一个你的情侣，你完美的搭档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能急的。作为我来说，我看到3套一样的房子，即使有一套比较高一些，我不一定会去选那2套便宜的，我可能都会看一看，然后对比一下那套贵的到底贵在哪里。而且作为一个租客，我认为碰到好的房东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我认为我们2个是非常优秀的房东，所以说我认为这100块钱差价并不是主要问题，而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来等待那个最终属于我们的好的租客。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教训。首先第一个，不了解租客心态；第2个，没有考虑到竞争的激烈性；第3个，没有马上降价。当然这一点我跟小邱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第3个是没有耐心，沉不住气。那所以最后我们长租的结果怎么样呢？其实我们非常幸运的，在第2周的星期一就收到了有一个人感兴趣，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个人。我们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当天我们就跟他 schedule 了一个 tour， 因为他人还没有到西雅图，所以我们就提供说可以跟他视频，然后把这个房子给拍摄给他看。我们约了晚上6点钟跟他视频，我们5点半就到了新房子，把所有的灯全部打开，兴致勃勃，能量满满，准备好要去好好的介绍这个房子。结果晴天霹雳，我们看见邻居家灯也全部开了，然后也在跟一个住户视频，而且是一对 couple， 所以我们深深的怀疑就是接下来6点钟要跟我们视频的那一对夫妻。对，然后当时我们就心里想，完了，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但是我们马上调整心态，化被动为主动。我们当时就想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正能量满满，把这个看成是我们的一个面试，就像面试一个公司一样。然后我们就把我们面试的状态立马提起来，准时点开了视频，用我们的微笑
感染他们。我们也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和他们说我们的学历啊、背景啊，为什么买这一套房子，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房子 neighborhood 很好，景色很好，我们跟隔壁几套可能对比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把我们的优势给说出来，然后很认真的带他看了这一套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天台的风景。我们还有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其实也做短租，而且就在那一套房子附近。如果他们决定要租我们的房子的话，提前到西雅图，我们可以免费给他们住几晚我们的 Airbnb。总之，我们把我们的个人、团体、商业上的优势全部给表现出来了。我给我们自己的面试打90分。总之，视频聊到最后，我们其实对彼此的感觉都还挺好的。我们也说了，我们觉得他们非常有正能量，我们非常期待迎接他们到这一套房子来住。他们也表示其实也挺期待的。关上视频之后，我们一方面觉得挺开心的，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另外一方面还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毕竟我们小区就有3套房子在出租。我们消耗了我们所有的能量之后，决定去大吃一顿，不管怎么样都要犒劳一下自己。然后一边吃一边就特别紧张，就像在等学校发 offer 一样。结果我们屁股刚坐热，坐下那个凳子， TC 就收到了短信，然后他就很严肃的在那边看。我说什么情况？然后 TC 就很开心的跟我说他们申请了。当时我们像赶紧站起来冲回家，然后把这个 application 给 review 了，然后赶紧把 contract 给签了。对，吸取之前的教训，因为手太慢嘛。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次非常过山车般的惊险的经历。其实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缘分的事情。虽然我们之前有很多人感兴趣，但其实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一对租客，我们都认为是最完美的租客。他们从各个方面来说，让我们感觉都是极其靠谱、极其成熟、极其完美的租客。对。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在长租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一个良好沉着的心态，你要根据市场来决定你的策略，同时你也要有耐心，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人一定是会出现的。那关于长租过程中的很多细节，比如说用什么样子的平台，在观察租客过程中要注意哪些点，包括签 contract 需要注意哪些点，这些细节我们都会单独做视频再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对长租、对短租、对亚马逊卖家、对职场、对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的话，都请留言下方告诉我们。或者你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长租的经历，我们也想 hear from you。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见哟，拜拜拜。